是我咋的？还咋的？老子想嘎了你的西瓜！续接上集，第二天，铁柱带着岳林来到电话局，还没说几句，徐佳颖就把话题扯到了应家浩的身上。琳琳，家浩这次可是专门为了你去的会试，你们平时可要多接触。昨天我还跟他的父母通电话了，他们对你跟家浩的婚事可是一直都很上心。我跟你爸的意思也很明确，那就是让你跟家浩多培养感情，未来只有你们才是最合适的一对。至于那个铁柱，琳琳你还是要慎重。上次跟他见面，我们觉得这个人特别的浮躁，还喜欢说大话，对他的印象特别的不好。尤其是他还说给你爸解决10万吨煤炭，我们都觉得这话可笑。妈，我跟殷家浩是不可能的，你就别再费这个心思了。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说，我给你汇了些钱，过节的时候你跟我爸买些喜欢的东西，我不想再跟你说了。说完，岳林便挂断了电话。别生气，我带你去服装厂陪我谈的生意去。铁柱，你别骗我，答应我爸的那10万吨煤，你真的有办法吗？如果搞不到的话，你就实话实说，到时候我们再想法跟他们解释。现在我说啥都没有用，你先跟我去服装厂，然后我再带你去个地方，到时候你就什么都知道了。俩人离开电话局，直接来到了会试制衣厂。周经理，我想请贵厂帮我生产1万件我们自己设计的夹克衫，不知道咱们能不能有这个合作？周全心里是100个愿意，现在工厂都是在亏损的状态。没有问题，样板拿来了吗？铁柱随即把设计图交给了周全。我能问下，这衣服是谁设计的吗？这是我设计的。铁柱，你的设计真的是太好了，时髦而又新颖，我们这些老设计师都得向您学习啊。周经理过奖了，我不过也是个业余的设计而已，只不过是大家比较喜欢，所以下了些订单。现在我就想寻找个能够满足生产力的合作伙伴进行长期的合作，我觉得贵厂完全能够满足我的需要。那这样，铁柱、面料、辅料、人工等等的成本核算到一起，每件的成本是8块钱，这个价格你满意吗？每件8块，这是个很坦诚的价格。铁柱当即决定可以接受，签订了合同，同时还交了5万块的定金。紧跟着，铁柱便带着岳林来到了南乡的那片荒山。铁柱你来了哟，弟妹也跟着来了。岳林此时早已看见地上开采出的煤炭样品，心里是倍感震惊。现在勘探的咋样了？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开采点，这里距离出山口也近，开采时也可以节省一大笔修路的费用，而且这里的矿脉分布的特别好，开采时都不需要费多大的劲。根据我们的勘探，这里的煤炭储藏量至少有7000万吨。我现在正在筹备开采的准备工作，这可能也需要点时间，这段日子就辛苦高哥了。这些钱你们先拿着，平时买些吃的跟用的，再给家里拿回去点，就当是我雇佣你们的工资了。这可比我们的工资都多，如果不是有正式工作拖着，我都想跟着你干。也不是没这个可能，总之有钱大家一起赚就对了。几个人研究了一番，铁柱便告辞离开。到了山下，却远远地看到几个人正围在他的4轮子周围，有的人居然还扛着猎枪。小林，你待在这里，我去把那些人打发了。千万别跟他们打架，我在这等你。你给我站在那别动。这位兄弟，有啥话咱可以好好说。你就是那个承包荒山的铁柱吧？是我咋的？还咋的？老子想嘎了你的西瓜！赵哥，有啥话好好说，你也放聪明点，让你干啥你就干啥。赵哥脾气不好，还有精神病，弄俺你都不用偿命，知道不？别在这装硬，跟你说的都是好话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也给赵哥点面子，咱把话摆在面上说，大家都是为了口饭吃，没必要弄得这么难看。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这山里发现了煤矿，这山是我们南乡的山，山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，煤矿也是我们的。打从今儿个起，你不准踏入南乡一步，否则我这猎枪肯定在你的脑袋上炸个响出来。赵哥说的不是不行，只要我农叔来跟我说一声，那我绝对照办。你别跟我提那个老不嘎的，老子今天说话就好使。混账东西，你敢再说一遍？赵万田等人猛然转身，一看是农怀安，还有乡里治保主任等等10几个人，手里都拿着家伙，吓得顿时就是一愣。赵万田，你想干什么？怎么南乡现在你说的算是吧？农叔凭啥把煤矿给他？总之我不答应，南乡的人也不答应。是我把山承包给铁柱的，轮不到你在这里说话，立刻给我滚！你小子给我等着，只要我赵万田在这里，你就别想拿走1斤煤。说完，赵万田带着几人便走了。铁柱，农叔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有啥话您尽管说吧，农叔。你当初让老曹出面求我承包这荒山，说是种植人参啥的，我觉得年轻人想搞点事业是好的，还看在老曹的面子上，就把这片荒山承包给了你。但是现在这荒山却发现了煤矿，我倒是没啥说的，但是南乡所有的村民可都盯着这块呢。我能帮你压着赵万田，但是我压不住南乡那几千个村民吧？那农叔是啥意思呢？要么每户人家给1万块钱，要么合同就作废。听到这里，铁柱也明白了，既然非得做他的对立面，那也没办法。合同是白纸黑字写的，不可能作废，除非农叔觉得你的话比国家的规则还大。其次，每人给1万块钱，那我也不可能答应。整个南乡500多户，那就是500多万，
龙叔，你还不如直接跟我说，你南湘不想给我这个煤矿。我也没那个意思，总之大家都得有点甜头买卖才好做。那行，我先考虑考虑再说。我就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，到时候你还没有答复，那这煤矿就是我南湘的了。说完，农怀安就带着众人离开。这时岳灵也走了过来。那些人真的是太过分了，他们怎么能言而无信？很正常，在金钱利益的面前，人性是最脆弱的东西，尤其是这些几辈子都受苦受累的农民，现在有希望得到钱，他们怎么会愿意给别人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把煤矿让给他们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这煤矿是我发展财富的资本，绝对不可能拱手让人。你别担心，我有法子解决。要不我跟我爸说一下怎么样？他就是管煤炭的，这样的情况他肯定知道怎么办。说说也行，那我老丈人要是不管咋办？他不管我就哭，使劲的哭，哭到他答应为止，然后我还哭给我妈看。哭解决不了问题，而且你哭我也心疼啊。如果我老丈人不答应的话，你这么跟他说，保证他答应。好，咱们现在就去打电话。这服装厂你能干就干，不能干我现在就把股份退给你。续接上集，在电话局，岳灵直接把电话打到岳启尧的办公室。现在没有煤。爸，铁柱手里有煤，你不想要吗？你这孩子敢拿爸爸开玩笑了是吧？那个铁柱说的话你也相信？爸，你觉得我们有必要骗你吗？我是不可能放弃铁柱的，更不可能用这个理由来欺骗你。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铁柱在会市南湘发现了一个储藏量超过7000万吨的煤矿，而且跟南湘都签了承包合同。但是现在南湘的那些村痞流氓见财起意，想撕毁合同，自己霸占煤矿。我跟铁柱商量了一下，想请您出山。7000万吨，你没有骗爸爸，真的有煤矿。爸啊，你怎么还觉得我在骗你？要是不信你自己来看。帮忙可以，但是岳启尧可绝对不这么轻易的答应。那是铁柱跟南湘签订的合同问题，我也插不了手，这忙我帮不了。爸，我们压根没觉得你会帮我们，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下，到时候我们把煤炭开采出来，你就得比正常价高出1倍来采购，甚至都采购不到。话音落下，岳启尧狠狠地咬了咬牙。铁柱就在你的身边吧，让他接电话。岳灵直接把电话交给了铁柱。喂，老丈人，最近身体可好？那个煤矿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之前经常去那弄野味，偶然间发现的。后来我找专业的人来勘探，果然有煤矿。现在南湘人是什么想法？他们想的是钱，猎枪都顶在我脸上了，他们就是想要自己独吞那个煤矿。我可以出面，条件是煤炭开采出来要优先，还要按照市场价的半价供应给我，能不能答应？那就辛苦老丈人了。搞定了岳启尧，岳灵特别的高兴，但是铁柱可没有觉得有多么的高兴，因为南湘情况特别复杂，甚至不仅是南湘，包括会市等等都盯着这个煤矿。铁柱，我想去商场买件衣服，过节时候穿。那些衣服不好看，咱们去服装厂，我亲自给你设计。真的？那咱现在就去。铁柱，你可来了，纺织厂突然不卖给我们布料了。他们有没有说为啥？我问袁茂祥，他说是厂长下的命令，好像是个叫什么殷家浩的不让卖给我们布料。殷家浩，他怎么能这么做？简直是太可恶了！铁柱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殷家浩现在会变得这么丧心病狂。说对不起干啥？正常的商业竞争而已。如果赚钱那么容易，谁都是富豪了。什么正常竞争？你们之间为了啥我管不着，但是耽误我赚钱就不行。现在工人都在等面料开工，你们说咋办？要不我去找殷家浩跟他说说。那你就去找啊，还待在这里干嘛？这么多人为了你都快没饭吃了，你不觉得难受吗？你住嘴！岳灵是我媳妇，还轮不到你来指责她。这服装厂你能干就干，不能干我现在就把股份退给你。我只是着急，没有别的意思，你别生气啊。小林你不用管，殷家浩也只有这点能耐，我来解决他就是。先带你去设计衣服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倒是想个主意啊，能不能别让我着急了？这还叫个难题？会市纺织厂不卖没啥，会省都不卖给我也不怕。过2天就有大批面料送到，待会你跟家生去批发市场，把所有能用的面料都先买回来，价格高点也不怕，够用就行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到时你就等着拿面料就好。你现在按照我设计的效果图给小林量身定做这个连衣裙。你到底是咋有的这些想法？这个连衣裙真的是太好看了，我现在就量尺寸，给我自己也做一件。弄好之后，铁柱先送岳灵去商场，自己则是来到电话局。喂，你哪个？铁柱，会是一道香饭店。想起来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我这个人记性不好。你来南方了吗？在哪儿呢？我去接你。我这是在会市给你打的长途，求老板，我有个忙想请你帮。想用钱是吗？用多少？我现在就去给你汇。不是用钱，我想让你帮我搞一批布料，不需要多，价值5万块就可以，主要是棉料还有呢绒面料。我这边的竞争对手切断了供货源，现在我的工厂急需布料开工，你帮着想想法子。谁敢欺负咱们兄弟，叫老子翻脸是吧？你别怕，我亲表弟就是开纺织厂的，什么面料都有。我现在就去让他准备1万匹面料给你发过去，价钱就按5块钱一匹给你。价钱没问题，但是运输这块得需要火车皮才行。你就别管了，我表哥就是专管火车皮的，下午装，晚上就能发过去。钱你有空的时候汇给我表弟就好。
那我真的要弄几瓶好酒存起来，你有空来会试，咱俩得好好喝点。那可说着了，过几天我真的要去你们的省城，到时候咱俩一醉方休。一言为定，你现在把你表弟的银行户头跟我说下，收到货我立刻打钱。电话挂断之后，铁柱立刻来到商场门口。岳林这会也买了很多东西。小林，你都买了啥？有香皂、毛巾啥的，还有饼干。我给伯父伯母也买了礼物，这是我给伯母买的金镯子，给伯父买了2瓶毛酒。我爹我娘肯定喜欢，明天咱俩回去，他们肯定高兴。走吧，我先送你回家休息一会，晚上我再来接你去吃饭。把岳林送回家，铁柱买了烟酒，他要去见个至关重要的人。